中美解放军的5直10和米17直升机首次参加了在台湾西南地区上空的相关的演习和训练，从而呢以这样的行动来震慑台独。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前少。台防务部门最近呢发布中国解军的军机动态，称有7架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机当天白天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媒称，其中5直10及米17直升机为首次扰台。那么台湾地区的专家更是担心解放军借此演练占领台湾地区的外岛。那么这次训练应该说确实是打破了常规。我们过去在台湾西南部地区上空进行的演训和战巡，大部分呢都是固定翼飞机，特别是有很多大型的、中型的固定翼飞机参加相应的演训活动。比如说反潜巡逻机、电战飞机以及空中指挥机，还有歼11啊、歼16啊、歼10等战机。但是直升机参加这样的演训比较罕见，因为和固定翼飞机相比呢，直升机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而且航程比较短，要想跟着这些军机绕台飞行，有相当大的难度，必须呢通过接力的方式才能完成这样的训练。但是让他们飞到台湾地区西南海域上空进行相应的训练，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因为航程足够。由此呢，台湾那些媒体或者专家呢就表示担心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预示着解放军有可能出动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演练占领台湾岛或者是台湾外岛的相关的军事行动。那么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那当然他们可以去猜，因为未来的空中作战行动其实是成体系的，也包括空中的预警机、反潜巡逻机、心理战飞机、电子战飞机以及各种各样的战斗机、战斗轰炸机，他们的使命任务是有相应的分工的。预警机呢进行空中的侦察、预警、指挥，无论是对天上的飞机还是海面上的相关的舰船的情况呢，掌握之后，通过数据链分发，然后对他们进行指挥控制。那么电子战飞机呢，承担的是电磁压制的任务，让敌方的雷达致盲、通讯中断，从而呢形成一个单向透明的战场环境，让我军的作战飞机能够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下展开军事行动。那么包括电子战飞机，他们承担的使命和一般的作战飞机应该说也是有共通之处的。他们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让敌方的各种各样传感器失明、失聪、失灵。反潜巡逻机当然会对台湾岛周围地区的海情，特别是水下的情况进行相应的侦察、检测、搜潜、反潜。当然，他们的行动既有对付台湾地区的水面力量、水下力量，也有对付那些敢于从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海域进入南海的一些域外军舰实施监视这样的一个使命任务。作战飞机的行动那更不要说了，他们可以携带各种各样的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反舰导弹，对各种各样陆上、海上、水下的目标发动精确的打击。那么打击只是一个方面，最终要想完成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还需要有大量的兵员登陆。那么登陆的方式多种多样，用登陆舰、登陆艇把我们的登陆兵送上岸，也可以通过直升机的方式直接机降到台湾岛或者台湾的外岛。那么在这过程中呢，也需要武装直升机为他们保驾护航。因此这次我军出动2架直升机，一架呢是米17的军用运输直升机，在里面呢可以搭载呢差不多1个排的兵力。那么为它保驾护航的就是5直10了，因为5直10是一款非常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它拥有强大的火力，可以为我们的运输直升机打开一条通道，在飞行过程中呢护卫左右，一旦遇到敌方的武装直升机，可以将其驱离或者将其击落。因此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飞行平台都需要在台海地区呢加强相应的演练和演训，才有可能完成今后祖国和人民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的使命和任务。那么这个神圣的使命任务之一就是维护祖国两岸的统一，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那么无论是哪个使命任务，
都需要我军的飞行员加强相应的演练演训，而演练演训的位置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事先熟悉战场的环境，因此在有可能今后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域展开相应的演练和战训是非常必要的。这次武直10和米17这2款直升机是首次飞抵台湾西南海域上空进行训练，那么今后这样的训练应该说会更多，我们有可能派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数量更多的军用直升机在这片海域来实施相应的训练。现在是第一次，今后会更多，因此台湾地区当局将会逐渐的熟悉了就会成为习惯，习惯了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